我大概是过去5年時間，全世界使用 AirPods Max 時間最長的用戶，每天使用的時間要超過7小時。不誇張的說啊，這款降噪耳機真的拯救了我的睡眠。所以今天視頻呢，我想把我的經驗分享給大家，希望能夠幫助到更多像我一樣因為一點點噪聲就被吵醒的淺眠用戶。今天的視頻呢，我們會分成2部分，前半部分呢是分享給受到噪聲困擾無法入睡的用戶，第二部分呢是分享給那些睡眠不好想改善睡眠的用戶。佩戴 AirPods Max 睡覺，可能對於絕大多數普通用戶來說呢，是一個比較奇怪的想法。我大概是因為5年前被樓下半夜修路施工隊的聲音吵醒我，然後被隔壁凌晨2點多隔壁洗漱的那種巨大水流聲吵醒我，因為樓上的小孩跑步聲吵醒我，而開始選擇在睡覺的時候佩戴 AirPods Max 的。這些聲音對於一些普通睡覺的很沉的用戶來說可能根本不算什麼，但對於我這種真的是完全會破壞掉我的睡眠節奏。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在2022年我評測新冠病毒那期視頻裡，我曾經就提到了佩戴 AirPods Max 進行睡眠。佩戴 AirPods Max 之後啊，我的一個真實反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些施工聲音、水流声音、跑动声音都完全消失了。AirPods Max 還能夠有效的抵禦裝修噪音。我每天大概9點半、10點左右才會起床，就會遇到比如說鄰居啊裝新房啊、裝修啊。那5年來啊，經過幾波鄰居裝修實測，一般來說，如果它的裝修樓層距你大概在5層或者之外，那你是完全聽不到噪音的。而5層之內，只要不是你們家隔壁裝修，那麼你開啟播客或者白噪音，就能把裝修聲音壓過去。當然了，如果是你們家隔壁裝修呢，那個還是很難消除的。假期我回我爸媽家住，一大早上那個廚房，我媽就會傳來那個鍋碗瓢盆叮叮當當的聲音。那佩戴 AirPods Max 睡覺之後，也是完全聽不見的。据我所知，有的情侶因為其中有一方打呼噪音很大，甚至需要分房睡。如果你非常受此困擾，我覺得你也可以試試。那麼今天視頻的第2部分，我們來說說為什麼選擇 AirPods Max 作為睡眠耳機。AirPods Pro 不是更輕巧嗎？ BOSE 和索尼的降噪耳機不出眾嗎？首先我來說一下為什麼沒有選擇 AirPods Pro， 其實是因為3個原因吧。第一個呢，就是 AirPods Pro 它佩戴超過2個小時之後，它的耳朵會非常痛，直接給我從睡夢中疼醒了。第二個呢，就是 AirPods Pro 它的續航時間不夠長，沒有辦法撐過8小時的一個睡眠周期。第3個原因呢，就是 Max 它的降噪啊，還是要比 Pro 強不少的。接下來回答大家的第2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你沒有選擇其他品牌的头戴式降噪耳机呢？2個核心原因，第一個呢，就是 AirPods Max 它的耳罩非常大，它可以完全套住我的耳朵，而不產生对耳朵的擠壓。很多降噪耳機它那個耳罩啊都會擠壓到耳朵，短時間聽音樂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你一晚上長時間睡覺，就會壓得耳朵很痛。而第2個原因呢，則是因為 AirPods Max 它的這個耳罩的織物材質，這個透氣性非常的好。我自己佩戴過很多耳罩式的耳機啊，那種耳罩呢，它的材質主要採用皮革材質，這個時間久了會非常悶熱。而 AirPods Max 它的這個耳罩則可以長時間佩戴，依然保持非常出色的透氣性。那麼關於 AirPods Max 的第3個想回答大家最關心的那個問題啊，就是你佩戴 AirPods Max 睡覺，你怎麼側躺啊？我不可能每天只是這麼平躺着睡覺吧？在這裡，我作為一個佩戴 AirPods Max 睡覺超過5年的資深用戶，我先給大家解答的第一個困惑的問題。大家可能存在一個誤區，其實哪怕你佩戴着這個耳罩式耳機，你也是可以側身的，因為轉頭側身的核心啊，在於你的腦瓜接觸枕頭的位置。好了，我們現在使用蜘蛛俠給大家演示一下。假設現在他腦袋上戴的就是我日常戴的 AirPods Max， 這個大家能看到吧？然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假設你是第一次來佩戴，你會發現它的這個小腦瓜啊，依然是可以左右旋轉的。我先給大家調整一下，比如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現在把它的腦瓜向左轉，然後比如說我现在調整一下，比如說現在向右轉，能夠看到嗎？是不是它其實是有一個向左向右大概的一個角度？那麼如果我們向右轉，可以以這個角度來進行支撐，其實我們睡眠的時候就可以來轉身。我給大家演示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現在腦瓜就是向右旋轉，然後我的耳機也沒有壓到耳朵上，我的身體也可以側躺，這其實是我大部分時間睡覺的一個造型。所以你完全可以從左到右來進行側躺的睡覺，只不過呢，這個姿勢沒有我們日常說很極限的90度那樣的一個側躺睡覺。所以對於所有用戶，注意是所有用戶啊，哪怕你從來沒有佩戴過 AirPods Max 進行睡覺，你也能夠完全實現小幅度的
側身睡覺。如果你想實現更大角度側躺，比如說90度側躺，這個時候就需要一些練習了。我的一個真實經驗分享啊，最簡單的方法呢，其實就是你去躺在枕頭邊緣，也就是說後腦勺依然站在枕頭上，但是耳機的部分其實是露在枕頭外的，大概是這樣一個效果啊，就是讓我的耳機去暴露在枕头外邊。就有一個凹陷的空間，不至於擠壓我的耳朵，同時後腦勺依然站在枕頭上。這個就是我在過去5年時間裡總結出的一個經驗。這個小技巧呢，我覺得需要練習，但是一旦你習慣了這種睡姿，它就可以幫助你整晚的度過睡眠。然後我自己選用的這個枕頭呢，一般選擇蕎麥枕，它的支撐力會更強一些，給我創造出一個更大的這個空間。這樣你就可以把你的身體調整到90度進行側躺了。有些觀眾看到這裡可能會說，這也太麻煩了，對不對？我長這麼大，我還得練習睡覺啊。我跟大家說啊，如果你從來沒有受到過淺眠困擾，你沒有一個吵鬧的鄰居，你壓根不用考慮佩戴 AirPods Max 睡覺。只有真的受到不同噪声困擾，真的只有長期無法正常入睡的人才知道对於安靜睡眠環境是有多麼的渴望。震樓器這種東西，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聽說過吧。為了對抗鄰居的噪聲，誕生了一種傷敵1000自損800的這樣一套設備。我自從佩戴 AirPods Max 睡覺之後，我樓上鄰居周末什麼晚上開 party 我都無所謂的，因為你知道它不會影響到你的睡眠，就是他開他的，我睡我的。那麼在使用 AirPods Max 睡覺這部分結束之前，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过去5年啊，我佩戴這款耳機睡眠所累積的一些小經驗、小技巧，希望能夠幫助一些新手快速的度過適應期。其中第一個小技巧就是大家記得在佩戴這款耳機的时候，記得把有按鈕的這邊啊帶到你的左側，也就是左右反着戴。因為在我的經驗當中啊，大部分人睡覺的時候都是向右側躺，对不对？而這個右側的按鈕在和枕頭接觸的過程中，就可能一不小心觸碰到，就改變耳機裡聲音的大小。耳機的旋鈕在左側就會好很多。第二個原因呢，就是即使 AirPods Max 它這個耳罩格外的透氣，但是如果是一個炎炎夏日，或者說是室溫比較高，再或者你本身就是一個出汗體質，那麼佩戴7、8個小時，對於耳朵還是很容易出汗的。針對這個問題，我的解決方法呢，則是購買那些食品級的小型的乾燥劑，固定到耳罩裡。這個硅膠小顆粒呢，會有一些摩擦聲音啊，会有一些干擾，但如果你睡着之後不動的話，基本上沒有影響。第三個小技巧呢，就是 AirPods Max 其實它就像你的枕頭啊、被子啊、床單一樣，長時間佩戴呢也會容易出現污漬。如果你本身是出汗體質，可能還會出現汗味兒。所以如果你打算長期睡覺時佩戴，我建議優先選擇深色配色，白色確實更容易髒。如果出現污漬了，你可以放在小的洗衣袋裡，然後直接扔進洗衣機。洗衣袋的作用呢，是防止洗衣機它的力量過大，把耳罩洗開膠。好了，我們現在放在同樣一個環境下來看一下，好像是乾淨了哦，看來這個方法真的可以。當然了，你也可以購買新的耳罩，蘋果官網是有單獨耳罩購買鏈接的啊。比如說，我就給我的白色的 AirPods Max 專門配了一個午夜色的耳罩，專門用於睡覺時佩戴。以上就是使用 AirPods Max 幫助你隔絕噪聲、進入睡眠的一些使用經驗分享和一些小技巧。那麼今天視頻的第二部分，我會和大家聊一聊，除了 AirPods Max 之外，作為一個淺眠加上輕度焦慮的這樣一個人，還有哪些改善睡眠質量的方法？第一個就是遮光窗簾加上佩戴眼罩。然後窗簾的部分呢，我是把一個深色窗帘又加了一層里邊带这种遮光材质的遮光窗帘。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這個是一層窗簾遮擋之後的效果，然後現在這個是2層窗簾遮擋之後的效果。佩戴眼罩會天然的降低你半夜醒來刷手機的慾望，就好像有個人捂住你的眼睛說睡吧，別折騰了那種感覺。我呢自己一直是使用一次性的眼罩，一個眼罩大概使用2、3天吧，然後就換一個新的。這樣來說，我覺得相對來說比較衛生。另外呢，這種一次性眼罩它相比於普通那種彈性的線繩的眼罩，它有個優勢，它的這個耳罩的部分啊，彈性沒有非常好。彈性不好，它的一個優勢就是你一開始佩戴的時候，它可能會覺得有一點緊繃，但是佩戴一會兒呢，這個耳朵這個位置啊，會給你撐開抻長，去適配你腦花的維度，而不會一直說壓在你的眼睛上，或一直勒在你的耳朵上。我自己也試過飛機戴的那種，他們那種帶彈性的眼罩，那個就會壓的眼睛非常緊，就睡得非常不舒服。第二個我的小技巧呢，就是聽播客入眠。作為一個輕度焦慮患者啊，我每天睡覺之前，大概就是那個半睡半醒階段，是大腦最不容易受控制的階段。這個時段裡，我經常會出現很焦慮的情況，就產生巨大痛苦，覺得天都要塌了，那日子都過不下去了。然後第二天醒過來，又會覺得昨天晚上就擔心這點事兒睡不着，沒什麼可擔憂的。但是在前天晚上你是控制不住你自己的。而經過我長期的摸索，最後總結出的經驗就是，睡覺的時候聽播客，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不讓大腦有空去想那些奇奇怪怪有的沒的。至於播客的選擇，盡量大家選擇一些語氣比較平緩啊，沒有多餘配樂的。
最好是那種有内容、有信息的播客，不是那種简单的那个 ASMR， 这样就可以给自己营造出一种即使你没睡着，但是呢也没有痛苦的浪费时间，而依然在获取一些信息这样的一个轻松心态。第三个呢，就是佩戴 Apple Watch 去了解自己的睡眠阶段。我看到有不少人啊，对于佩戴手表睡觉这件事还是比较抗拒。第一个顧慮呢，就是怕佩戴手表之後呢，影響睡覺。這個位置，我作為一個睡眠監測很多年的用戶過來人啊，我跟大家說，完全不用焦慮。你需要做的就是選擇一根舒適的表帶，選擇一個不太緊的鬆緊度，然後注意不要選擇 Ultra， 就可以幾乎無感的實現整晚的睡眠監測了。第二個，大家比較抗拒的點呢，就是一些本身睡眠就不好的用戶啊，很擔心測試出來的數據不理想，反而增加了焦慮。那我的感受是，監測睡眠並不是一項比賽，佩戴手表它不會提升你的睡眠質量，也不會降低你的睡眠質量，它的目的是讓你了解你自己，幫助你自己去調整睡眠，所以你完全不用感覺到壓力大。換句話說，如果你的睡眠數據不好，不是因為戴手表測出來的不好，監測反而能夠幫助你去調整好睡眠。至於調整睡眠的3個環節，其實就是目前 Apple Watch、WatchOS 26 3個打分的維度，分別是睡眠時長、入睡時間以及清醒次數。我看到有小紅書上有不少用戶啊，很糾結，說自己的深度睡眠時間不夠長，覺得只有深度睡眠時間長才能稱之為睡了一個好覺，但是這個理解是不準確的。睡眠的3個階段啊，分別是核心睡眠、深度睡眠和快速眼動期。對於人體來說，這3個階段都非常重要。其中核心睡眠，也就是大家說的淺眠，它的作用呢是緩解日間的基礎疲勞，然後調節自主神經平衡，促進神經突出的基礎維護，然後為簡單的記憶進行維護。而第2階段深度睡眠呢，則分泌生長激素，然後促進骨骼肌肉的修復，然後提升免疫細胞的活性，增強抵抗力，肝臟去調節血糖平衡，清理代謝廢物。這一段呢也會鞏固你的記憶力。而第3階段睡眠呢，則是快速眼動期，它呢是負責記憶和認知的整合，就是去提升人的長期記憶力。另外，夢就是出現在快速眼動期，人呢會通過夢境來處理白天所積壓的情緒和壓力，也就是白天你壓力特別大，這個時候睡眠過程就會通過夢境把你的壓力釋放掉。這3個階段在你的睡眠過程當中呢，它是周期性的交替出現的，每一段都對人體的恢復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說大家要改變的第一個觀念就是不要盲目的只追求深度睡眠，相比於深度睡眠時間，睡眠的總時長更有價值。在這裡多說一嘴啊，深度睡眠正常人一般就是1小時左右，你40-50分鐘或者到1個半小時，這個區間都是正常的，所以你完全不用擔心你的深度睡眠時間，你也很難去改變你的深度睡眠時間。最容易改變的其實就是剛才提到的睡眠總時長，而增加總時長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創造黑暗環境，按時規律入眠，以及最重要的，不要玩手機，真的。無論你多長時間睡不着，或者是半夜突然醒來啊，或者是早晨醒了比鬧鐘要更早，你都不要玩手機。只要你不玩手機，你就一定可以繼續睡下去。但是你一旦手機屏幕打開，大概率你的睡眠就結束了。所以最後我總結一下，對於普通用戶如何去改善你的睡眠質量，從習慣上來說呢，每天按時睡眠。睡眠前呢，減少大量喝水。夜裡醒來一定不要看手機，然後盡可能的多睡，去延長你的睡眠總時長。作為一個有輕度焦慮，同時睡眠很淺的人，我深知啊，每一個和我一樣的用戶，他們對於睡眠的渴望。在過去5年的時間裡，我的睡眠質量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我不會因為睡眠不足而出現頭痛，不會因為睡眠不足而出現記憶力衰減，每天神清氣爽，真的覺得生活如此美好。我希望能把這種美好的感受分享給每一個人，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樣，不再受到睡眠的困擾。我是鍾文澤，我們下一個視頻再見。